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华姐呢讨论一下这一年的感受。我们上一期呢聊了我们来了北美这么多年，我们的先天不足如何去克服。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去看我们上一期的视频。其实华姐在去年的视频里面也给了我们非常多中肯的建议，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回去看一下。今天的话呢，我们聊一聊 leadership 的话题。大家好，我是华，非常高兴又次碰到小月和安妮了，很高兴跟你们再次聊天。谢谢华姐，我们今天特地在4月阳光的4人画廊里面，在一个艺术的环境里面聊一个严肃的话题。我刚才April 就是这个 gallery 的主人，他带着我去转了一圈，非常棒。我自己是属马的，然后我看到他爸爸画了很多马的这个图片这个像。我觉得特别的亲切。谢谢华姐，就特别赞赏，就是华姐站出来分享。你知道吗？我们是你的小红书的粉丝，我把你的每一篇我都看了。特别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看到你分享了很多的这个 leadership。那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工作环境里面，你更多的是需要去呈现这个 leadership 的这个 power？ 对，你讲得非常对。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公司是 Level 5 Strategy。我们的这个股东的架构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我们以前的一些大股东，现在他们都开始半退休了享受他们的人生。然后呢，我们呢又开始很多新的股东再进来。然后呢，我正好是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当中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呢，就在公司的这个责任就越来越重大，而且呢，特别是要 take care。就说过去的这个 Level 5的 heritage history， 对吧？我们的 value 这些，然后呢又要顾及到新来的 partner 他们的这种情绪，他们自己的这种价值观跟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的这种融合。所以呢，就在这个2年里面，我发觉我在 leadership 上面，就是说自己不得不成长。就是说，突然之间有了一种真正当 boss 的感觉。以前虽然也是做合伙人，但是总觉得 David Kincaid 跟 Ian Medell 他们是2个 Level 5最大的股东我总觉得我可以在他们做背后的女人，对吧？我帮助他们把公司成长就行。但是这2年，我就发觉我自己不得不走到前面去了。就是说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自己这个 leadership 的这种能力是的确，我觉得这2年是有些提高的。上次我们特别有讲到，就提到就是在硅谷里面我们印度的这些 CEO 或者 C level 的越来越风起云涌。那我自己在公司里面做 HR， 也常常就会自己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同胞们不能够 step up？ 为什么在某一个时刻里面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天花板？所以今天把这个问题就重新带回到华姐，有些什么建议？有些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我觉得 leadership 这个东西有太多的成分了，而且 leadership 是一个很难用一个词去 define 什么叫 leadership， 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每天的你的这种以身作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一个从中国大陆过来的虽然我已经来北美30年了，但毕竟我不是一个天生 high A personality 的人，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上一集我们讲的，有很多先天不足的东西，我要去克服它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自信心的成长，就是敢于在这个我们的合伙人都很厉害，他们都是名校毕业，以前也在 MBB 那些长大的 ，MBB 那些工作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对我来讲，我自己有的时候总觉得好像矮一脚，因为我不在这边出生，英语也没有他们好。但是呢，我这2年发觉，就是说这种东西其实你自己跟自己在过不去，其实别人并没有这么想你。所以呢，我觉得这1年来，我觉得就克服心中的很多这种 fear， 我们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 fear， 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加 confident，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那我为什么会忽然之间醒悟到这一点？因为有一天我们公司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Ian Medell， 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合伙人。然后他跟 Canadian Tire， Canadian Tire 一直是他的客户来的。然后呢，他就在 Canadian Tire 的一个 workshop 之前，他跟我说他心里很紧张。然后我就突然望着他，我说你会紧张？我说他是一个60多岁的年纪比较资深的白发，对不对？高高大大的一个老外。我忽然之间觉得他也会，你知道吗？他也会有 fear。我忽然觉得我有 fear 很正常的，一下子觉得这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呢，正因为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经历，忽然之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醒悟。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去克服这个fear 的？他就跟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办法，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 preparation 准备工作做好。因为只有把准备工作，你要把客户能够想到的问题都全部想一遍的话，基本上是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所以后来我发觉，原来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其实，特别是一些 workshop 之前，我确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正因为紧张，就逼着我要去多看，逼着我要去好好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就说其实到最后就没有办法。Preparation 就是 king 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的这种 fear 呢，就是 fear 是不可能没有的，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但这个 fear 可能源于2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希望去做到最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它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动力，一个 motivation。这样，因为有 fear， 所以可能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也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说，华姐你也有这种恐惧，是不可能，就是我们是不能理解的。但是的话，它会让你做得更好，而且这一份的能够 translate 出来的这个自信心，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华姐，你把你的 fear 讲出来以后，我们听到以后也可以更好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的 fear 那个 moment。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共同面对的事情。那刚刚你就讲到这个 Type A，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误解啊？是不是就是说，只有 Type A 的人性格的人才能成为 leader？ 哦、no， 坚决不是的。我看到过很多 introvert 的这个人都成为很好的 leader， 这个跟 high A personality 没有关系。我自己其实不是很 high A 的，这个就是 leadership 的那种多样化，对不对？否则的话，只有一个高大上，就像英雄似的那种 leader 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面曾经也一直说的，就找到自己的这个 niche， 找到自己的这种方式方法。因为只有找到自己的这个最擅长的地方，自己的优势，才有可能就是说让自己更有信心的去走这条路。因为 authenticity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前2天我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这个 leadership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就是说那种真实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没有真实感的话，你会觉得叫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你总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你自己来的，你是尝不了的这样子的。所以到最后还是那种真实是非常重要的。太棒了！哎，我记得我一直要提醒自己，我一定要见到华姐当面要问的问题，特别棒的一个小红书上面一个分享，你解释了一下那个什么叫 sponsor， 什么叫 mentor， 什么叫做 coach， 这个 differences。那能不能可以帮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样获得这些呢？对，完全可以的。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写这篇文章，是我真心感受到，在你整个职场道路上，这3个人的角色是分不开的。我就是说 coach 跟 mentor 跟 sponsor， 特别是后2个 mentor 和 sponsor。其实那个 coach 倒也不一定就看你自己了，也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但是 mentor 跟 sponsor 我觉得是成长道路上非常重要的2个关键人物。那说一下不同的地方 ，coach 就是说coach 不一定是要跟你跟我，像小月你是做牙医的，你是做 HR 的，他们其实本人并不需要在这2个行业里面做。但他们需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工具，一个 approach， 能够作为一个引导你，把你的想法，把你的思路能够理清的这样一种角色。虽然呢，这个 coach 非常重要，但其实更多的这个 coaching 过程，其实是你在跟你自己做一个心灵的对话，在一个人的引导下，自己跟自己心灵对话。那这个是 coach。mentor 呢，跟 coach 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mentor 他不会给你一个 approach。对不对？ mentor 是会跟你分享，而 coach 是让你自己去找到这个答案。mentor 通常是把他的答案，把他自己的答案分享给你，是不是适合你不一定，但是你可以听，你可以从中吸取很多好的地方，然后可以给你一些 shortcuts， 就是这样子。对我来讲 mentor 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这种轨迹，他们的故事会对我产生很多的启发，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 mentor 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一个就是 sponsor 了。sponsor 其实是公司里面你要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你是否能够选对 sponsor， 对不对？通常来说，这个 sponsor 是你的 boss， 是一个公司里面不单是一个 boss， 而且是要一个被受人尊重的一个老板。
因为只有受人尊重，他在这个公司的这个时间也会更长久。所以等于是你跟他在一块儿，你也不会浪费时间，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找到 sponsor 其实呢，我自己认为很多人都觉得是幸运，我自己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幸运这2个词的。因为你生活中的每天的那种呈现自己的那一面，其实都在积累起来。正因为你的这种积累，机会就会降临，因为别人看到你了。其实我坐在这边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审视我，而在审视我的时候，他们脑中自己会形成一个答案，就会觉得我跟余华在一起，他应该可以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对我的这个 business 会有什么帮助，对我的这个职场有什么帮助。而你正因为你每天的这种，甚至是你并不觉得人家在观察你的时候，你在表现，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的时候，机会就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认为的。那你要找到一个好的 sponsor 的话，就是说你每天都在表现自己，那 sponsor 就会自动来的。其实到最后，当然这个里面是有一点幸运的成分，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要 earn 这个 sponsorship。对，其实，在打理自己的诊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跟其他人这个 business owner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像华姐说的这个 sponsor， 就是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公司的 owner 也好，老板也好，或者我们想做一个 leader 也好，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看周围的人，然后也在发掘 talent。因为我们其实非常需要 talent， 人才是需要被发掘的，而且很多时候呢，每个人呢都有他擅长的东西，只有他做他擅长的东西，他才能发挥他最大的作用。所以其实也是不断的，所以这是双向的。我们可能如果有新的人去表现，去找这种 sponsor， 其实 leader 也在不停的在看下面的人是不是可以能够被发现，哪些人可以更加的扶持。所以我觉得小云讲的非常对，所以我以前一直认为，我到现在还这么认为。就是很多人他说为什么我的老板不扶持我上不去，我觉得这种都是，然后他就说我是女的，我是移民，我自己认为这是 excuse， 因为天下的老板，天下有能力的老板是不会错过一个有能力的这个人才的。这句话没错。对。我今天觉得这个写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而且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辅助的，给大家都提个醒。那在让华姐走之前，还是继续要扔个问题。华姐，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 plan 这个，我们明年还要把你再请回来。那给我们一点点的展望，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有没有什么你正在计划、正在想要做的事情？我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我最近确实在想，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就是说我的未来打算，然后我都提到了我要退休这个词。很多人都觉得我太年轻退休，首先我没有那么年轻，所以呢还有4年时间退休。但是我说了一句话，我几乎对每个人都说这句话，我说我现在忽然之间非常珍惜这最后的4年，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这最后的4年是在职场的这种 full time 的氛围里面工作，所以我现在每时每刻，我虽然在 count down 4年时间这样子，但是我会每时每刻都会非常珍惜这4年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 inspiration。然后当然等4年以后再干嘛，我现在有很多想法，我觉得以后再慢慢分享。太棒了，好期待！还不能走，我们要还是有我们 O6 的快问快答，想尽量的很快的从华姐这边再挖一些精彩的东西出来。那第一个问题，如果华姐你可以采访任何一个人1个小时，你会采访谁？这个人可以是在世的或者不在世都可以。我有2个人，就是那个网球明星大威 Serena Williams， 我实在太崇拜她了，而且我现在看了很多年轻的网球选手以后，我就更加崇拜她，特别是像那个 Naomi Osaka， 我就看了她以后，再跟那个大威相比的话，我实在觉得大威很伟大，所以我非常想那个采访她，有机会的话。第2个是 Taylor Swift， 我觉得 Taylor Swift 实在不但有才，而且他能够在这种艺术家的环境里面一直保持这种非常清新的这种生活状态跟这种思想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艺人，而且他真的很有才华。我特别希望你能够采访成功，我好想看那个采访内容。第2个问题，最近影响比较深的
看过的书，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剧？我最近看的那个 Spotify 的这个创始人的 Playlist， 我好喜欢这部电视剧，特别是剧里面讲到了这个 trust， 就是创始人的合伙人的这种 trust。他从第1集里面2个人就海誓山盟的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 trust。这一点，而且他们一直就这么做下去了，不管以后有多么困难，那个最大投资人他烧了5年的钱，他就烧。就是 trust 他那个技术人员，就是现在的那个 Spotify 的 CEO 是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做下去的。我觉得这种合作关系实在太难能可贵了。好了，我也 mark 一下，非常非常推荐，非常推荐。第3点，当下最欣赏的一种品质。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当下，我一直欣赏那种脚踏实地的品质，做事的风格。我最不喜欢的是吹嘘自己一夜告诉你明天就可以成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的。第4，这段时间里面 inspire 你的一件事情，真实的、虚构的都可以。这个问题我想老半天，我觉得 inspire 就可能我自己退休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吗？他突然之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又一个新的天地，让我去幻想，对不对？让我去做梦，就是这样子的。第5点，最近你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最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好像我看了你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大的要想干嘛，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今年我觉得做2件事，一个是柠檬变成柠檬水，一个播客。然后我最近忽然之间觉得小红书很好玩，所以最近花了很多力气在写小红书。而且写小红书，我发觉它其实不是为了要涨粉丝什么的，它是你一个个人真实的一个体会的分享。其实让我自己像有一个日记一样的，把我很多想法给写下来，所以我特别喜欢。对。那第6个问题，最近想去旅游或者到达的一个地方。Aix-en-Provence， 法国一直想去的地方，因为跟那个湖滨小镇的那种氛围很像，都是那种葡萄酒庄园那些的，一直很想去。等我退休，我去那边住几个月。对，好，非常感谢华姐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采访。今天聊到了很多关于 leadership 的话题。我们下一期的话呢，华姐也会继续参与。我们呢又有2个新的嘉宾，我们要采访一下，不要错过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